卫星照片曝光了中国在南海测试2款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美国设想的并努力发展的装备，解放军已经搞成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崛起，美国海军目前还能维持的2大领先的装备，那就是核动力航母和核动力潜艇。而核潜艇又被认为是最难被克制的仅存的优势作战力量，所以中美两国未来如何争夺水下战场的优势，将成为重中之重。而发展无人潜航器可以说是关键的发展方向之一。近日，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军通过卫星照片发现，2艘不明潜航器已经被秘密部署到了海南岛附近的海军基地。而这初步的迹象或许显示，解放军还有更大的计划。美军认为，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将会成为未来舰队的关键角色，而谁先发展成功，谁就可能享有显著优势。这意味着解放军在无人水下力量的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人的焦虑。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卫星照片显示，从2021年3到4月份开始，当地就出现了2艘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目前，他们正在进行试验或测试。初步的评估显示，这2个黑色物体不会是一般的潜艇，也不可能是潜水推进装置。这2艘潜航器的大小不一样，设计呢似乎也截然不同。第一艘无人潜航器长约18米，宽2米。有流线型的艇首，而尾部呢似乎有2个并排的螺旋桨。外界推测，该艇可能与中国在2019年国庆阅兵时公开展示的 HSU-001 大型水下无人机有关。另一艘新型潜航器要比 HSU-001 大了不止1倍。从外观上来看，该艇的设计与第一艘不一样，它长达18米。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的超大型无人潜航器有类似之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说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将有可能成为改变未来海战的革命性装备呢？首先，无人潜航器会成为潜艇作战前出侦察和攻击的平台，也就是在有人潜艇的前面形成一道由无人潜艇所组成的作战网络，从而形成对敌方潜艇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第二，无人潜航器相比于有人潜艇，它的自持力更长，静音效果更好，可以执行更多的高风险区域的作战任务，比如对未来关键水道的监控任务，对敌方港口的布雷任务等等。第三，无人潜航器在未来还将会成为去中心化作战和分布式杀伤链的一环。大型无人潜航器可以独立地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扩大水下反潜作战力量的侦察范围和提升火力打击能力，甚至有可能独立地代替有人潜艇执行任务，夺取水下战场的胜利。第四，大型无人潜航器还有可能成为水下联网作战能力的关键。有报道称，随着6G 技术的逐渐成熟，中国正在规划建立覆盖水下通信的下一代高速网络，这将极大地突破无人潜航器在通讯、导航、指挥控制方面的瓶颈。一旦这一计划获得成功，无人潜航器在水下将会像无人机在空中一样，成为彻底改变水面战场和水下战场游戏规则的利器。对中国海军来说，要想在核潜艇领域超过美国，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无人潜航器领域，我们完全有条件实现弯道超车。在中国的家门口，容不得美国潜艇撒野。未来，美国的核潜艇只要胆敢进入南海、东海，甚至靠近台湾海峡，那么他们将面临大量的无人潜航器的猎杀，或者遭到狼群式的围攻。而这一天到来已经不会太远了，就让美国人继续焦虑下去吧。
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